最近外媒也注意到我国未来隐身舰载机模型出现在武汉航母楼。那么国产隐身舰载机的出现能否抵消美军 F-35 舰载机的优势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前段时间我国武汉的那栋航母楼上突然出现了未来隐身舰载机的模型，着实是让不少军迷都开心不已。毕竟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就意味着我国下一代的隐身舰载机距离首飞的时间已经不远了。而除了本国关注军事的广大吃瓜群众之外呢，美国其实一直以来也都非常关注中国军备发展的一举一动，而这么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自然也就被美媒给盯上了。根据防务快报网站的报道，退休的美国海军情报官员詹姆斯·法内尔上校称，歼35舰载机的亮相很可能代表着中国海军长期以来追求的基于航母的蓝水海军航空兵能力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这篇报道还提到，我国的歼35战机首次亮相是在2014年的珠海航展上，当时是以 FC-31 的代号出现，而该型战机配备的是2台俄制的 RD-93 航空发动机，并且这篇报道还引用了多名美军消息人士的说法，表示目前中国现役的歼15舰载机太重，即便是美国海军自己的尼米兹级航母所配备的 C-13-2 蒸汽弹射器，在弹射这款舰载机的时候也会很费劲，因此中国才会投入大量的资源研发下一代舰载机。虎哥不得不说，这位消息人士的说法还是片面了一点。歼15舰载机尺寸大，重量重，可不是我军研制新一代舰载机的根本原因。要知道，目前美国海军以及陆战队已经普遍开始装备 F-35B、C 这一类隐身舰载机，甚至连美国的盟友，包括韩国、日本、英国在内，也都开始给海军装备新一代的 F-35系列隐身战机。在承认隐身能力已经成为战斗机核心战斗力的当下，我国海军的歼15舰载机着实是落后的一步。尽管这款舰载机很有可能是除了俄罗斯苏33之外机动性最好的舰载战斗机，但是在海军舰载机逐渐转向隐身化的现在，显然这点机动性或者大航程是不太管用的。目前别看我国海军已经拥有了2艘现役航空母舰，但是在执行任务方面，这2艘航母其实还难以和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相比较。目前我海军航母最主要的任务其实并不是要和美国海军来个远洋海空战，凭借山东和辽宁号2艘航母的实力，恐怕也就只能勉强和一艘没装备 F-35C 舰载机的尼米兹级差不多，还缺少舰载预警机。实际上，目前我国2艘航母的真正作用，更主要的还是远洋的侦察，在有可能发生在东部沿海的战斗中前出到西太平洋海域，放飞舰载机搜索美军航母战斗群的行踪，牵制美军航母，或者是为我国火箭军的反舰弹道导弹提供美国海军航母编队的位置信息等。这么一说，似乎还真有点苏联载机巡洋舰的味道。但是航母这么贵，可不能一直这么使用，毕竟哪怕是有反舰弹道导弹在，顶多也是能够破坏敌方海军，但是并不能帮助我们赢得制海权。其本身更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争夺制海权以及制空权。而哪怕是我国未来的弹射型航母服役之后，航母本身的性能不再拖后腿，但是歼15舰载机本身的性能也是有些落后了。在这个隐身战机为王的时候，歼15哪怕是一个服役10来年的新机，但也是出生即落后，因此我国才必须要研制属于自己的新一代隐身舰载机。目前最为广泛的说法也是如美媒报道的那样，我国的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是以沈飞的 FC-31 验证机为原型。不过 FC-31 本身的尺寸还是太小了，想要在保证航程的情况下还要拥有大号的弹舱，还是有些捉襟见肘。因此我们也能看到，出现在武汉航母楼上的隐身舰载机模型，相比于原本的 FC-31 验证机机身要胖了不少。
而在航发方面，尽管之前的 FC31 验证机使用的还是俄罗斯的 RD93， 但是这款航空发动机的推力可不足以支撑未来扩大加肥的国产隐身舰载机的飞行。实际上，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我国的隐身舰载机未来最有可能装备的还是国产的新一代中推涡扇19。这款新一代的中推航发尺寸和 RD93 差不多，但是单台推力要高出不少，应该是能够勉强满足国产隐身舰载机的需求。不过考虑到其起飞重量应该是要比常规中型机大不少，估计机动性可能不会太好。不过这也不要紧，毕竟隐身性能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发现不了或者先敌打击，机动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而正如这家外媒所说的，国产隐身舰载机的出现的确是中国海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